这几天又给自己炸了一些麻团，发现麻团成功真的比油条简单多了。老样子我也炸了很多失败品。麻团的材料就只有糯米、水还有糖，而成功的麻团就像酥皮泡芙一样，是内里大空心的结构。可以肯定它和泡芙一样是靠内部水蒸气膨发的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泡芙需要高温烘烤，短时间形成大量的水蒸气撑起它的结构。熟糯米团由于粘性太大，延展性很差，快速成熟后呢只会裂开，所以炸麻团只能选择低温油炸。正是因为低温油炸和延展性差的缺陷，会让你遇到很多问题，实心的或者是开裂，炸完之后坍塌，还有不知道怎么形容的。那么怎么样才能炸好麻团呢？关键点就在于增强它的延展性。我们先来做糯米面团，150克的水和50克的糖先加热，水烧开，糖就化了。趁热倒进200克的糯米粉里烫个熟芡，用筷子搅散，先不着急揉。盖上保鲜膜等10分钟，让糯米粉充分吸收水分。准备一盘芝麻，一点点糯米粉加水，待会儿用来蘸芝麻。我试过用蛋清、清水或者是面粉水，最后还是糯米水蘸的比较牢固一些。10分钟以后揉成团，揉好以后呢，加点油，防止面团干裂。面团先搓成长条，再切成30克左右的一个小剂子，拿一个稍微按压，然后搓圆。蘸水在芝麻里滚一圈，先用手捏一捏，然后搓圆，表面的芝麻一定要牢固平整才行。先做6个，等到表面的水分变干就可以下锅炸了。炸麻团要用最小的火加热，拿一小块面团试一下油温，开始冒小泡就可以了。麻团轻轻的下锅，一开始会沉下去，要用漏勺轻轻的拨动一下，防止糊底。几分钟以后呢，你看到麻团开始上浮，这说明里边已经包裹了水蒸气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漏勺去滚动浮起来的麻团，给表面降温，防止它成熟的太早。其次呢，还需要轻轻的去按压推挤面团。当你去按压推挤它的时候，刚刚成熟的外皮会裂开，露出里面还没有成熟柔软的部分，后面产生的水蒸气会把这部分撑开，麻团的体积就慢慢变大了。如果你没有上面这些操作，麻团的表面很快就会成熟变硬，里面的水蒸气仍然在持续的增加，这个时候100%会开裂。而且呢，因为开裂没有办法包裹住水蒸气，就不能形成空心，所以开裂的麻团往往都是实心的。你可以理解为麻团的空心是被挤出来的，通过滚动和按压的炸制方法来增强糯米面的延展性。当麻团停止长大的时候，就不用再按压了，开中火快速加热，逼出小火静炸时吸收的油脂，同时呢，让表面定型，这样麻团出锅才不会塌陷，稍微上色就可以了。炸好的麻球表面有清晰的裂痕，这是按压推挤时留下来的痕迹。看一下里面的情况，很明显的空心，但是呢，还是老问题，延展性不足，空心比较小，而且有一部分没有被撑开。想要更均匀、更大的空心，有2个办法。第一个是使用化学膨大剂，比如泡打粉；第二个是人为的制造空心，比如包一个馅料。包豆沙先捏个坑，底部不要太薄，不然会漏底。虎口呢，慢慢的向上推，收口，捏紧，然后搓圆。炸的方法都一样，滚动推挤。你看这个麻团它膨发的更好，裂痕也更明显。炸熟以后掰开看看，很完美的大空心，皮也很薄。尝一下，刚炸出来的麻团真的特别脆，又甜又香，又脆又软，是我以前吃不到的味道。最后说一下面团软硬的影响，特别软或者是有一点点粘手的面团，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，除非你很熟练，不然稍微用力大了一些就会变成这样。
所以炸麻团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增加麻团的延展性，让它更好地包裹住内部的空气。方法就是不断地按压和滚动它。炸麻团真的比油条简单很多，只要你掌握了方法，操作个几次就熟练了。学会了炸麻团，炸汤圆肯定也是特别简单的。